Hello Hello， 耳机里屏幕前的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呀，我是你们的主播青青阳。不知不觉春风拂面，草木萌发，我们又迎来了一年清明时节。说起清明节，大家第一反应大多是扫墓祭祖、踏青插柳。可这个传承了千年的传统节日到底是怎么来的？除了我们熟知的活动，还有哪些藏在时光里的习俗？今天就跟着我一起慢慢走进清明节，聊聊它的来历，说说那些流传至今的清明活动。首先，我们先聊聊清明节的来历。很多人都知道清明和寒食节有关，可其中的故事却少有人细细说起。清明节最早其实不是节日，而是24节气之一，在春分之后，谷雨之前，一般是每年公历的4月4日到6日之间。这个时节，天气转暖，万物复苏，草木开始发芽生长，天地间一片清爽明净的景象，所以取名清明，有清洁明净的意思。古人也说，万物生长此时，皆清洁而明净，故谓之清明。而清明成为祭祖思念的节日，离不开寒食节的融合。说起寒食节，就不得不提一个流传千年的故事——介子推割谷奉君。春秋时期，晋献公的儿子重耳为了躲避祸乱，在外流亡了19年，一路颠沛流离，吃尽了苦头。有一次，他们被困在深山里，重耳又饿又累，几乎晕过去。身边的臣子介子推悄悄割下了自己大腿上的肉和野菜一起煮成汤，喂给重耳吃，这才救了他一命。后来重耳结束流亡，回到晋国，成为了一代明君，也就是晋文公。他登基之后，重重赏赐了当年跟随自己的臣子，却偏偏忘了介子推。而介子推本就不求功名利禄，带着自己的老母亲隐居到了绵山之中。晋文公得知后愧疚不已，亲自带人去绵山寻找介子推，可大山连绵，怎么也找不到。有人献计说放火烧山，介子推孝顺，一定会带着母亲出来。可没想到，大火烧了3天3夜，始终不见介子推的身影。等火灭之后，大家才发现，介子推和母亲抱着一棵大柳树，被大火烧死了。晋文公悲痛万分，为了纪念介子推，下令在介子推去世的这一天，全国百姓都不许生火做饭，只能吃冷食、寒食。这就是寒食节的由来。而寒食节一般在清明的前1-2天，日子相近，慢慢的2个节日就融合在了一起。寒食节禁火祭祖、思念故人的习俗也渐渐融入了清明节。再加上清明本身万物生长、适合出行的节气特点，清明节就成了一个既怀思念又含生机的独特节日。既有扫墓祭祖的庄重，又有踏青寻春的轻快，传承千年，从未中断。了解完清明节的来历，接下来我们就说说清明节都有哪些传统活动。这些习俗藏着古人的生活智慧，也藏着我们对生活、对先人的心意。第一个最核心的活动，自然是扫墓祭祖，这也是清明节最重要的习俗。每到清明，不管离家多远，很多人都会赶回家乡，和家人一起去到先人的墓前，清理杂草，培添新土，摆上祭品，再献上一束鲜花，烧一炷香，说一说最近的生活，寄托对先人的思念。
这个习俗传承了几千年，不是封建迷信，而是我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孝道，是对祖辈先辈的感恩与缅怀，提醒我们不忘来路，珍惜当下。小时候跟着长辈去扫墓，总觉得庄重又安静，看着长辈认真清理墓碑，轻声说着家常，那时候不懂，只觉得是一种仪式。长大后才明白，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，是告诉离开的亲人，我们从未忘记，也一直好好生活。第二个活动是踏青，也叫春游、探春。清明时节正是春天最美的时候，冰雪消融，春风和煦，百花盛开，草木葱茏，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样子。所以古人在清明祭祖之后，都会趁着好天气，一家人出门踏青，漫步在田野、山间、河边，感受春日的美好，放松身心。这也是清明节很特别的地方，它不只有思念的伤感，更有春日的生机，告诉我们怀念故人的同时，也要好好热爱生活，珍惜眼前的春光。现在的我们也会趁着清明小长假，带着家人出门走走，看看花开，吹吹春风，感受大自然的美好，也是一种简单的幸福。第三个活动是插柳戴柳。清明插柳的习俗由来已久，有一种说法是柳树有辟邪祈福的寓意，还有一种说法是为了纪念介子推，当年他抱着柳树离世，后人便插柳寄托思念。另外，柳树生命力极强，插土就能活，也象征着生机与希望，寓意着新的一年平安顺遂，万物繁茂。小时候清明出门，总会看到路边的柳枝，长辈会折下几根，编成柳帽戴在头上，或者插在屋檐、门楣上，简简单单却满是春日的仪式感。现在想来都是很温暖的回忆。第四个活动是放风筝。清明放风筝也是流传很广的习俗。古人认为放风筝可以放走晦气，消除灾祸。到了清明这一天，人们会把风筝放上天空，然后剪断风筝线，让风筝随风飘走，寓意着把一年的烦恼、疾病、不顺都带走，迎来顺遂平安的一年。现在我们放风筝更多的是享受春日的乐趣，带着孩子、家人在空旷的草地上放风筝，看着风筝越飞越高，心情也会变得格外舒畅。这也是清明时节独有的快乐。除此之外，清明节还有一些小众的习俗，比如吃青团、吃寒食。因为融合了寒食节的习俗，有些地方还保留着清明吃冷食的习惯。青团就是清明最具代表性的食物，用艾草汁和糯米粉揉成皮，包上豆沙、肉松等馅料，软糯香甜，满是春日的味道。还有荡秋千、射柳等传统游戏，都是古人清明时节的娱乐活动，充满了生活趣味。其实清明节之所以能传承千年，不只是因为它的习俗和来历，更是因为它藏着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情感，慎终追远，珍惜当下。我们怀念先人，是不忘养育之恩，不忘家族根脉。我们踏青寻春，是热爱生活，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。它教会我们，离别不是终点，遗忘才是。只要我们一直记得，离开的人就从未走远。它也提醒我们，春天总会到来，生机永远存在。不管生活有多少烦恼，都要像春日的草木一样向阳生长，好好生活。清明是思念，是感恩，
也是新生，是一场与过往的对话，也是一次向春天的奔赴。好了，今天关于清明节的来历和习俗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。我是青青羊，如果你觉得这播客有用的话，请点赞分享给身边的人。你也可以送我一杯小小的咖啡，让我有更多分享的动力。感谢你的收听。如果有什么想了解、想聊的话题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都会认真看的。愿大家在这个清明，既能安放思念，也能不负春光，平安顺遂，温暖向阳。我们下期播客不见不散，晚安。